林昭，你这废物给我滚出来！今日这份退婚书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秦小姐，您不能进去，少爷染了风寒，要是传给您……我不是在战场被击中了吗？这是在哪儿？父亲战死，母亲病重，二叔却惦记着我镇北侯府的家产。好一个鸠占鹊巢，好一个狼心狗肺！原主丢的东西，我会全部拿回来。狗奴才，也不看看你主子什么德行，还敢出来挡路！林昭，看看你那个窝囊样子，一个废人，一个病鬼，镇北侯的脸都给你和你那个废物亲爹给败光了。就你这样子还想娶我？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！签了这退婚书，免得你这废物脏了我相府的名声。小姐，不能这样啊！这婚书是老侯爷在世的时候定下的，您怎么能……退婚可以，算你识相，但不是你秦若雪来退我的婚，而是我林昭休掉你。休妻？你病糊涂了吧？就凭你这个废物东西，哪来的脸休我？哼，这家伙怕是被冻傻了，什么胡话都说得出口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按住！既然这废物不听话，那就让他听话。秦若雪，你给听清楚了，我林昭的妻子只能是忠贞贤良的巾帼女子，你这等嫌贫之辈不配踏入我林家的大门。今天我就用自己的血写一封休书，你要是再敢上前一步，我就当场自尽于此。我倒要看看镇北侯唯一的嫡子被恶毒逼死了，还怎么风风光光的嫁入豪门，做你心心念念的贵夫人。还不滚！要我重复第2遍吗？等着，今日只是开始，失去的我会一点点都拿回来。少爷您没事吧？与你无关。那对狗男女和我的二叔不过是看上了我的家产，想要鸠占鹊巢而已。只可惜他们惹错了人，他们现在吃下去的，我要他们10倍、100倍的全都吐出来。还有他们对你的伤害，我也会让他们尽数奉还。少爷，老奴不配您这样照顾啊，都是老奴的错，保护不了少爷。卧躺休养。小侯爷，您还真是让老奴大开眼界啊！明明染了风寒，却还有这种精力闹腾。老爷听说后，赶忙让老奴带人来伺候您，让您请回房静养。您看是您自己走，还是我们帮你？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对你不薄，你为何要为虎作伥，帮着那林伯山来下害于我？小侯爷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良禽择木而栖这个道理，应该不用我来教你吧？罢了，看您这个样子，还是别废话了。来人，扶小侯爷休息。回去告诉林伯山，他想要我死可以死，但也要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。你们这些家丁不是喜欢当狗吗？巧了，我就擅长打狗。以后你们这些吃饱了咬主人的野狗，见一条打一条。滚！告诉林伯山，今日是我父亲的忌日，他这个畜生记不得，我替他记着。林昭，你这个孽障，太让二叔失望了。你堂哥林默和你的未婚妻秦若雪好心来2个人要探望你，你做了什么？丝毫以死相逼害弟弟的样子。如今更是变本加厉，纨绔至极，甚至对家里的家丁动手，打折他们的腿。你的眼里还有没有长幼尊卑？还有没有我大周的王法？父亲，你不要太苛责弟弟了。他年幼丧父，又没了母亲，自然缺乏管教。如此顽劣也不足为奇，倒是我们日后要多加管教才是。林秀，听说你饱读诗书是圣人门徒，来年就要参加春闱，那我倒要问你，什么是孝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。你写作弟弟的代饶国林啸天，今日不去祭奠兄长，反倒带着恶奴围了我的院子，想要将我这个唯一的嫡子困死在这里，断了我父亲的香火。我倒要问你，你心中可还有一丝一毫的礼义廉耻？巧言颜色，你殴打手足，威逼未婚妻，劣迹斑斑。我如今代替兄长行省负责，将你禁足，又有何不可？代行负责？还是说你克扣我的用度，让我在这素面露寒冬的天气连件御寒的衣物都没有？让我险些饿死冻死是代行负责？你纵容你的好儿子和我的未婚妻眉来眼去，打得忠心护主的顺属口吐鲜血，也是代行负责吗？我倒要问问你林伯山，你所谓的代行负责，究竟是要照顾我，还是想逼死我，好让你断了我父亲的香火，独自霸占我爹用命换来的爵位和家产，鸠占是也不是？够了！胡言乱语的孽障，给我按住他，绑起来送回柴房，让他在柴房里好好清醒几日，治治他的疯病。你们谁敢？今日是的忌日，我身为镇北侯嫡子，要去英烈祠为我父亲上一炷香，我倒要看看谁敢拦我。你们谁敢拦我，便是与我父为敌。
与整个镇北侯侯府的阴魂为敌。我倒要看看这京城之中谁敢阻拦英雄之后。林伯山，你敢吗？带几个人跟着他，免得他惹是生非，顺便也为我哥哥上一炷香。我此去是为了尽孝，不是惹事。而且你不配为我父亲上香，滚！快闪开！兵马了！快滚开！这京马会撞死人的，你控制不住的。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无事，去看看人有没有事情。这位公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公子，今日之事全是由小女所起，公子如此奋不顾身，这锭银子就当是谢礼，还请公子举手之劳而已，已。姑娘不必挂怀。只是日后出行时还要多加小心。今日幸有我在，才没有酿成悲剧。银子我就收一半吧，剩下的一半你帮我买一瓶好酒。公子，敢问药酒是为何事？7点家父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没听见这位公子要好酒吗？去最好的酒楼买。殿下，那人去的好像是忠烈祠的方向，跟上去，看看，顺便再去买2瓶花雕回来。是，殿下。小天啊，北边的蛮子又不安分了，屡屡来犯，边关800里加急的文书和雪花一样。哎，若是你还在，何至于此啊？啸天的有他二叔在锦衣玉食的生活不愁，算算年纪，今儿个应该也是一个翩翩公子了，就是不知道是否婚配。若是没有，听说啸天将军还在的时候，就给他儿子说了门亲事，是左相秦汝贞的小女儿秦若雪，听说也是个美人。秦汝中此人罢了，儿女婚事由他们去吧。父亲，孩儿看你来了。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这花雕是我路上救人换来的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。卫离，等会儿拿点银子去给那少年。即使将门之后，就算过不上锦衣玉食的日子，也不该是这般光光。是。公子，这忠烈祠乃是清净之地，亡魂安息之所，切莫胡闹。清净之地，安息之所。我看这些阿谀奉承的诗作，才是对那些将士亡魂最大的侮辱。靡靡之音，也配列于忠烈祠内。拿笔来。誓扫匈奴不顾身，5000雕锦丧胡尘。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归梦蝶人。兄弟们呀，俺想你们了！赵狗子、李二愣子，俺想你们了！这少年究竟是谁？他究竟经历了什么，才能写出这样悲面苍生又字字泣血的诗句？少年郎，且留步！这首诗可有名字？陇西行。陇西行。芷儿，你怎么偷偷跑出宫来了？告诉父皇，是哪个不长眼的欺负你了？父皇一定为你做主。就是他，就是那个写诗的公子。刚刚青芝在西街上看到那公子以一己之力制服了一只金马，救下了一个小女孩。青芝本来想给他银子，结果他只向青芝要了壶好酒，说是要祭奠亡父。一路跟过来，青芝才知道他父亲是我大周的将士。他写的诗其实也是写的自己的家。大勇大孝大才竟集于一人之上。卫离，动用影龙卫，给我把那个少年的身份查出来，给朕弄明白他的家世、他的过往，以及为何沦落至这种地步。忠良之后，岂能让其去对我大周寒心？尊者呢？这少年能写出这等诗词，又婉拒过芷儿的银子，想来是颇具风骨之辈。若是直接赏赐银子，怕是不美。这样吧，你以忠烈祠庙祝的名义去寻到这位少年，就说他写的诗惊为天人，忠烈祠愿意出1两银子买下原稿，将其供奉在忠烈祠内，慰藉陛下圣明。哟，这不是小侯爷吗？长本事了呀，小侯爷！出门一趟还能带这么多东西回来，该不会是伺候谁家大小姐了吧？开门！你怕是没弄清楚情况吧？老爷说了，你今日大闹侯府，败坏门风，本来就该禁足。结果居然还强行出府，将老爷的话抛之脑后。不过呢，老爷也不是什么薄情之人，不可能真不让小侯爷你回府，所以呢，专门给您留了道门。你要是想进去，就从这里钻进吧。我父亲乃是镇北侯林孝为国捐躯，我是他的嫡子，是这侯府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你敢让我钻狗洞？不错，就是要你钻，又能怎么样？有种你就不要进侯府，我倒要看看是你这小侯爷的骨头硬，还是这京城的冷风硬。王安，你知道吗？我堂堂狗回北侯世子，你让我钻狗洞，是想说我这镇北侯世子是狗？还是说这镇北侯府在你们的眼里是狗窝？莫非今日
是你们这群狗一样的奴才当了这镇北侯府的主人吗？日后这镇北侯府的牌匾，是不是也要被你们摘下来换成走狗窝几个字？狗奴才，还不给我开门！好一张伶牙俐舌，不过今日之事只是开。滚远点，别挡着我的路。废物，不中用的东西，让你堵个门都堵不明白，还要连累小爷我。敢问刚才是不是有个衣着破烂的少年进去了？你找他有什么事情？先前那少年在忠烈祠内写下了一篇足以传世的诗作，忠烈祠庙祝惊为天人，要将其悬挂在庙内，愿意出100两白银买下原稿。多少？100两。你先前说的那人是我的堂弟，他身体不舒服，已经休息去了。你这银子不如直接给我，我保准交到我堂弟的手里。既然是堂兄弟，那先前那位少年姓甚名谁？我家主人想把那少年的名字题在诗旁，为他在京城中扬名。你一个仆人关心那么多干什么？我堂弟行事低调，不喜抛头露面，你只需要知道是镇北侯府的人写了这首诗就行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滚吧。去，给我去周围问问，这镇北侯府里究竟是个什么情况。再来2个人去侯府里面看看，给我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弄清楚。是。哎呀，这不是昭儿吗？这么早就回来了。二婶，我的院子似乎不用你来关心吧？这翠竹院里的家具都旧了，不是发霉了，就是缺胳膊少腿儿。二婶看不下去，便想着全丢掉，给你换一批新的。再怎么说，昭儿你也是侯府里的小侯爷，不是？还是不劳烦二婶了。在垂直院里住了这么多年，里面的家伙事儿也都有感情了。我这个人呢，还是比较重感情的，舍不得旧物件，不像是某些猪狗不如的东西啊，能吃自己亲戚家的掘墓。你说对不对，二婶？手里的东西都丢下吧。既然昭儿说了，她喜欢这个破烂，那就让她和这些破烂过一辈子吧。少爷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老奴没用，老奴守不住这个翠竹院。别说这些了，我买点了好东西回来，先吃顿饱饭，再去说别的。少爷，这是腊肉，还有精米。少爷哪来的银子？少爷，你可是未来的镇北侯爷，不能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。要是天上的老爷知道……想什么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赶紧弄个锅和柴火过来，先开荤。我边吃边和你说发生了什么。对了，顺伯，这院子太破，老鼠怕是不少。你把米袋口子扎紧，然后用我的头发在袋口打个活结。要是明早头发丝断了或是结开了，就说明有老鼠偷吃，里面的东西就别碰了。是，少爷。顺伯，先不急，院子里老鼠多，咱先去厨房看看再说。少爷，真的有老鼠，还好少爷您昨天提醒了，不然老奴今天说不得就要用这老鼠跑过的米。我看不是普通的老鼠，是只会下毒的大老鼠。少爷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巴豆霜可是剧毒，能吃死人的。要不咱们去报官吧？报官不？这府里会给咱们下毒的也就二叔一家。你觉得官府会为了我们俩去得罪我二叔一家吗？他可是兵部侍郎，正3品的大官，咱们手里就一个加了料的米袋子做证据，到头来只会是个不了了之的结果。少爷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既然他们想玩，那就陪他们玩。我倒要看看，究竟谁玩得过谁。顺伯，你用那下了毒的米熬一锅粥出来，越稠越好。啊，少爷，这熬出来的粥是有毒的呀，喝不得啊。放心，熬出来自然不是给我喝的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叫礼尚往来。既然别人送礼来了，那不回礼多少显得我没礼数了。做的什么玩意儿，一点都不嫩。娘，你让我办的事情都办妥了，保准林昭那小子今天痛不欲生。嘿嘿，那个剂量的巴豆霜，就是一头牛来了都得趴下。我估摸着林昭现在正疼得满地打滚呢。你倒是演得像，不过这事办得确实解气。那小畜生不是以为自己长本事了吗？哼，今天这事儿一过，他也该认清自己在府里究竟是个什么身份地位了。一个没了爹妈，自己是这镇北侯府的主人了。不过此事你知我知即可，千万别让你爹知道了，不然的话肯定又要说咱俩了。一大早的不吃东西，在那儿嘀嘀咕咕的干什么呢？都是要当这侯府主人的人了，还一点规矩都没有，成何体统？没什么，老爷，妾身是在教导墨儿以后要多向老爷学习呢。哼，放肆！这里是膳堂，是用早膳的地方，不是给你胡闹的地方。二叔，您别急着发火，侄儿知道昨天二婶和堂兄对我颇有照顾，特意在我的米里加了点好东西。
堂兄，怕怕，不就是加了点巴豆霜吗？死不了人的。来，弟弟喂你。你胡说八道！来人呐，王安，赶紧给我滚过来！快把这个血口喷人的小畜生给我插出去！快啊！怎么都不说话了？这么安静，不像是你们的风格呀。我不过就是熬了一锅粥，想要尽一份孝心，报答一下堂兄和二婶，没必要怕成这样了吧？堂兄啊，你昨天晚上半夜3更偷偷摸摸的到我翠竹院里面下毒的时候，不是挺有种的吗？怎么现在怕成这样了啊？爹，你别信他的鬼话，他是在胡说八道，是在冤枉儿子我。混账东西！说谁让你干的？究竟是谁指使你干这种蠢事的？夫人，您找我。爹，就是他，就是王安这个狗奴才唆使我的。他说林昭不死，我们一家就不得安宁，还说事成之后您会重重赏他。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才听信了他的谗言啊！真不是我故意去下毒的，真不是的，都怪他呀！狗奴才！老爷，奴才是冤枉的呀！奴才就是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这种谋害主子的事情啊！给我堵上他的嘴，拖下去，打断手脚，扔出府去，以后不得再踏进侯府半步。昭儿，你看这件事，教唆木儿的恶奴已经伏法了，你也该消消气了。这事是二叔管教不严，二叔向你赔个不是。二叔，你当我是小孩子糊弄的？下毒的是林默，是我那个好堂兄。就算王安教唆的又如何？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道理，不用我来教你吧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2个条件。第一，翠竹院从今往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一只苍蝇都不准飞进去，所有用度必须按侯府世子的标准供给，不得有误。第二，府里那些吃里扒外、助纣为虐的恶奴，顺伯会拟一片名单出来，该打杀的打杀，该发卖的发卖，一个不留。这些条件对二叔来说应该不算个事儿吧？好，二叔答应你。多谢二叔成全。既然二叔二婶都没了幼口，那这些东西侄儿就不客气了。顺竹年纪大了，也该尝尝鲜了。混账！该死的混账东西！好一个林伯山，好一个假仁假义的兵部侍郎！啸天为国捐躯，尸骨未寒，他们就是这么对待他唯一的血脉的？克扣用度，欺凌中仆，在这冷天里，甚至连一件取暖的衣物都没有，还只能住在柴房里。这偌大的镇北侯府，竟然连一间屋子都拿不出来吗？朕让这林伯山入住镇北侯府，本来是想着啸天的儿子没了父母又未成年，偌大的家业恐被那些人觊觎，却没想到啊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这堂堂的兵部侍郎居然能厚着脸皮对自己的下手，给朕把林伯山宣进宫，朕倒要好好问一问，他这个兵部侍郎是怎么对待自己的侄儿的。陛下，宣林侍郎进宫固然能解陛下一时之气，可此事终归还是林家的家事，林侍郎大可以管教顽劣侄儿这等理由进行辩驳。在朕而言，先前就是避敌不防，放任镇北侯前入我执，说必您以国法到林家去，消防也变得更加困难了。更何况林侍郎背后是左相一党，要是贸然行动，恐怕只会……卫离，那日在英烈祠内，林昭写诗你也看见了，你觉得林昭的诗才如何？臣是一介武夫，不懂，但即便如此，臣还是能察觉到林小侯爷有大才。大周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何其繁多，可我没见得有几篇诗作能比不上林小侯爷的那篇《陇西行》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觉得林昭能不能在这芷兰诗会上有所建树，和那草报争一争侄儿西施先生的位置？妙啊！陛下的手当真是一招妙棋。芷兰诗会本来就是太后和佐者铺路，但若是林公公世子，便有极大的可能的婚事彻底黄掉。如此一来，林昭也能够借这件事被提拔起来，不再受限于平阳那个混账二叔。如此一来，便是一石二鸟之计。此事能成，自然是最好。朝堂之上，深沉似海，啸天性烈如火，不懂变通，终为奸人所害。这孩子若是能抓住这个机会，就代表他能比啸天。陛下万岁！若是抓不住的话，朕便保他个一世富贵，倒也算对得起啸天了。传朕口谕，芷兰诗会照常举办，再派宫中内侍持朕的请柬去一趟镇北侯府，一份简要发2份，另一份给林昭，告诉他们朕对他们的表现很期待。遵旨。不知李公公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李公公恕罪。咱家不是什么大人物，林侍郎不必如此客气。3日后便是芷兰诗会，要为平阳公主选出一位德才兼备的西施先生。咱家这次来了，也是奉了圣上的旨意，给府上2位才俊送请帖来的。2位才俊，学生林秀见过李公公，能够受邀参与芷兰诗会，得陛下青睐，实在是3生有幸。林介元风采不凡，陛下和公主殿下都很期待你在诗会里的表现。学生不敢。林侍郎，这镇北侯府的小侯爷可在府中？李公公说笑了，我那侄儿他偶然风寒，性子又顽劣，怕是难登大雅之堂。若是冲撞了贵人，反倒不美。二叔，圣上的使者在此，您拦着路，是想替侄儿拒了陛下的美誉吗？二叔，我怎么说也是这镇北侯府的嫡长子，陛下使者亲至，我难道连出来见客的机会都不配有吗？
林侍郎，咱家倒是觉得林小侯爷的话有些道理。这偌大一个镇北侯府，难道连嫡长子都不配说话了吗？咱家在宫中见过的贵人也不少了，这规矩还是头次见。怎么？难道这镇北侯府林小侯爷不是主人，你这搬过来照顾他的兵部侍郎才是？我堂堂镇北侯府的世子，竟要以这等姿容去面见公主、面见圣上吗？这丢的是我的脸，是整个镇北侯府乃至陛下的脸。林侍郎，你也是好本事，咱家今天算是开了眼了。忠良之后竟被苛待至此，林侍郎，你就是这么照顾兄长唯一的血脉的？这要是传到陛下的耳朵里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林小侯爷，请帖还请收好。陛下可是对您写的那首《吕西行》赞不绝口，时常在御书房里诵念。您要是能在芷兰诗会上取得一个好名次，陛下定然重重有赏。李公公稍待，林昭去便回。父亲在上，孩儿今日幸得陛下青睐，必全力以赴，不堕我林家威名，让我镇北侯府的声名重振京城，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。李公公，久等了。无妨，小侯爷，这芷兰诗会可是要去面见陛下和公主殿下的。既然小侯爷要重振侯府声威，那一身好衣裳可免不了。来，咱家带您去锦绣阁置办几身行头。等等，府中有裁缝，便不麻烦李公公。林侍郎，咱家不是不信你，只是这事关乎到镇北侯府的脸面，也关系到陛下的脸面，咱家还是亲自做得好。小侯爷，上车吧。小侯爷，这京城看似繁华，实则水深得很呐。尤其是这芷兰诗会，看似只是一场诗会，为公主殿下选个西施，实际上却是……怎么回事？会不会驾车？没长眼睛吗？瞎了你的狗眼！知道我是谁？敢挡本世子的路，我看你是活泥的路！不然给小爷我撞死你！这是何人？竟然如此嚣张，连宫中的仪仗都敢冲撞。还能有谁？在那位小爷的眼里，别说是闹事纵马，就是撞死个人，他家里都能随便压下去。那人是英国公世子尉迟，仗着英国公和左相的事，再加上太后娘娘的几分宠爱，在京城里横着走惯了。而且很巧的是，这人应该会是小侯爷你在诗会上的最大的对手。难不成这几位是想撮合公主殿下和那个魏世子？小侯爷果然是颗七窍玲珑心，咱家还没说完您就看穿了。没错，左相权倾朝野和英国公包好，英国公又与太后有姻亲关系。左相想着把持朝政，英国公想着他的儿子讨个好礼服，而太后嘛，则是想着联姻扩大自己在宫中的权威。三方一拍即合，也就有了这盘大棋。所以小侯爷您这次去可不单纯的去吟诗作谈的，而是奔着砸场子去的。陛下要的是您去搅浑了这潭水了，让这三方的谋划落空。不知道小侯爷你意下如何？砸场子，我喜欢。我那嫌贫爱富的未婚妻还是左相的女儿呢，想来赶出这种事情也是出自左相的授意。要是不给我未来的岳丈露一手，他还真以为我林家无人了。哎呦，这不是李公公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？公公这次来是想给宫里的哪位贵人添件衣裳？咱们这锦绣阁不说别的，宫里贵人们的喜好可是一清二楚，保准让您和贵人……不是宫里的贵人，是给我身边这位林小侯爷准备。马上就是平阳公主殿下的芷兰诗会了，林小侯爷还缺2件得体的衣裳。你这最近不是新进了一批蜀地的缎子和天云锦吗？赶紧拿出来，别耽误了事。得嘞，林小侯爷，这是哪家来的穷鬼啊？连件衣服都买不起，还要去参加芷兰诗会？我劝你还是赶紧滚蛋，免得到时候惊吓到公主殿下。这不是李公公吗？不在宫里面伺候人，跑到外面来伺候人了。要我说，你眼光也太差了一点，连这种穷酸货色都看得上。魏世子，咱家劝你说话当心些。这林小侯爷可是陛下亲自点名要去芷兰诗会的人才。前些时日在忠烈祠里题诗的便是他，陛下都亲口称赞过他的诗才。就他还诗才，一个连衣服都买不起，还要宫里太监帮衬的穷酸货色，能有什么诗才？我看别是从哪里偷来的诗，正巧糊弄到陛下了吧？魏世子，你若再是这样口无遮拦，咱家可要如实禀报陛下了。我管你是谁家的小侯爷，识相的就赶紧滚。这芷兰诗会能拔头筹的只有小爷我一个，明白吗？至于平阳公主西席先生的位置，你更是想都不要想。很疼吗？给我放开，不然老子让人打折你的腿，跪着从这锦绣阁爬出去！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说自己一定会拿到芷兰诗会的头名。废话，不是小爷我，难道是你吗？既然如此，打个赌如何？就赌这芷兰诗会的头名归谁？你这个穷鬼拿什么和小爷赌？你全部身家卖了都比不上小爷一顿酒席的银子。钱我自然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也不和你赌钱，我和你赌名，赌我这张脸。你不是说我窃诗盗名吗？好，那我就拿着诗名来和你赌。诗会上若是我输了，我那首《陇西行》便归你所有。我当着全京城贵人们的面宣布，这首诗乃是你亲笔所写，我不过是窃诗的卑劣之徒。
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你要什么？我要你魏家在朱雀大街上的那间文宝斋。文宝斋？果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穷酸货色，就那种赔钱的铺子你也要？行，本公子就当是做善事，允了。别急，魏世子这点赌注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有点不痛不痒的，怎么都得添点彩头才行。什么彩头？很简单，除了赌注之外，输的人要答应赢的人一个要求，这个要求要无条件履行，哪怕是当众跪下学狗叫。这京城里可好些年没有这种热闹的赌局了。这镇北侯世子可真是个狠人，赌的虽然不是命，但是比命还要狠啊！3日后的芷兰诗会可要热闹喽！林小侯爷，你人不轻狂枉少年，若是连这点心气都没有，我又凭什么争这诗会的头筹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你这里最好的知娘喊出来，用最好的段子给林小侯爷做几件衣裳。混账东西，蠢货，简直丢光了我英国公府的脸面！和一个穷酸废物定下这种赌约，你是想气死老夫不成？爹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那林昭不过是个……住口！老夫不想听你辩解，你这个蠢货，立刻去左相府通知相爷，让他在门生弟子找些有识才的，再去把京城里那个赋闲的名士都给我喊过来。芷兰诗会之前，一定要给我凑齐实调出来。是以不仅仅池儿的私事，更是我们与镇北侯府这等军中新贵的脸面之争，绝不能输。你给老夫记着，这一场赌约你必须赢，而且必须赢得漂漂亮亮，否则英国公府100年的声誉都要败在你手上，听明白了吗？爹，你都找了那么多名士，怎么可能会输？我看你就是杞人忧天。这几日你不准再出府玩射，这几日你就专心背诗。那小畜生居然立下那等赌约，我看他根本就是疯了，想着法子要把这天给捅破。是啊，大哥，那林昭简直无法无天了，要是他输了，我们不得一起跟着丢人啊？丢人？不，这不是丢人，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一个能名正言顺把林昭从侯府里赶出去，让他身败名裂、永不翻身的机会。只要他输了，我们就能利用赌约，让他自己放弃继承爵位，滚出京城。要知道，这诗会可是左相和太后的意思，林昭在这儿横插一脚，无疑是得罪这2大势力，自寻死路。我们只需要提前打点一番，想办法从魏世子的手里要来这个无条件的要求给换过来。你是说？不错，魏世子那纨绔能懂什么？无非就是喜欢些金银而已。只要给的钱够多，这赌约多半是能轻易到手。到时候，只要让林昭当着京城全部王公贵族的面承认自己德不配位，自愿放弃爵位，就是陛下来了都不好使。到时候撵他出京城，比撵条野狗都简单。不够保险，去寻些和你交好的同窗，准备些诗词。为父也亲自去一趟，咱们再设法打通诗会上的几位官员，凭此手段，任他本体再大也无用。哼，只要能够重金疏通诗会上的几个通判，那小子便是做出赤仙人的诗，也要被按着头认输。少爷，不管外面怎么说，您永远都是老奴的少爷。老奴也不懂什么诗词歌放，只知道少爷你绝对不比那些人差。就算是输了，老奴大不了带着少爷回老家种地。这大周这么大块地方，总归有我和少爷的容身之处。顺伯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输的，且在这里等着。今日我必叫京城中人知道镇北侯府的名号。林昭，想不到你还算是有点狗胆，居然真的来赴约了。来，见见你的老熟人。林昭，我本以为那日后你该清醒几分，却没想到你竟然还是执迷不悟。听我一句劝，现在赶紧给魏世子磕个头认错，说不定还能取消这赌约，免不到时候在全京城贵人们的面前丢脸，毁了镇北侯府最后的清训。世子殿下，咱们不理这种蠢货了，和他计较只会拉低您的身份。趁着诗会还没开始，我们赶紧进去吧。牙尖嘴利的东西，我倒要看看你在诗会上还能不能像这样张狂。我那可怜的堂哥呀，当初怕是真以为秦若雪看上他了，谁知道秦若雪不过是利用他当解除婚约的工具而已，真的蠢得可怜。我早就和你说过了，秦若雪那女人不是什么善茬，她连镇北侯夫人的位置都看不上，又怎么会看得上你？这种女人眼高于顶，又是相府出身，眼底只有权势，哪有半点情义？假意委身于你，也只不过是想要利用你摆脱和林昭的婚约罢了。与其在这自怨自艾，倒不如好好想想事情为何会到这等地步。在京城中，女人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只有权力才是实打实的握在手里的东西。今日让林昭跌得粉身碎骨，然后夺来镇北侯的爵位，以后你才有报复回去的机会。听明白了吗？皇帝，哀家知道你心疼芷儿，但皇家婚姻从来不是儿女私情。尉迟是英国公嫡子，家世显赫，与咱们皇家门当户对，由他做驸马，
既能安抚英国公，也能稳固朝局。母后，芷儿的婚事终究要她自己愿意才好。尉迟是什么德行，京城谁人不知？让她嫁给一个草包纨绔，岂不是毁了她一辈子？那你想让谁嫁？难不成是那个镇北侯府落废物，也配娶我大周的公主？配不配，不是母后说了算。今日诗会，天下才子齐聚，谁能拔得头筹，谁就是平阳公主的驸马。林昭，识相的就赶紧滚！公主驸马的位置，轮不到你这种穷酸来抢。就是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。魏世子家世显赫，文武双全，才是公主的良配。你要是敢捣乱，小心魏世子打断你的腿。家世显赫，我看是家世显赫的草包吧。至于公主驸马的位置，谁有本事谁做，可不是靠嘴说的。奉陛下与太后懿旨，本次芷兰诗会为平阳公主择婿。诗会共分3轮，每轮不合格者当场离席，最终魁首陛下亲赐婚约，迎娶平阳公主。古语有云：文人风骨，当如利剑，能斩不平，能守清白。故第1轮的题目为剑，此剑名为春秋，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，是陛下特地给本轮诗会准备的彩头。谁的诗能写进剑的意气风骨，谁便曾拿到这柄宝剑。诸位才俊，你们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可要抓紧了。到底是个穷酸，见到这大场面魂都吓没了，只能喝茶强作镇定。本来还觉得能有点挑战，现在看来倒是想的太多了。此诗名为《宝剑吟》，龙泉峡中鸣，紫气绕天庭。欲是张皇威金鞘耀盛名，一挥平四海，再制定乾坤。愿为陛下配，永镇万年春。写得不错，此诗大气磅礴，满是皇家气派，深得宋盛之精髓啊！父亲大人，这首《宝剑吟》中规中矩，虽没有什么亮点，但过第1轮却是无虞了。不过是开胃菜罢了。尉迟那草包能把整首诗一字不差的背下来，已经是不错了。毕竟是管个挺的宋盛诗，别人就是想挑刺都挑不出来。还不是相爷你思虑的完备。这首诗词草华丽，歌功弄带，必能得到太后的欢喜。咱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先稳稳度过这一轮，不给陛下抓到毛病才是真。那姓林的小子怎么还不动笔？他在憋什么坏主意呢？听说那首《鲁西行》也是他所作，尉迟这草包对上他，说不定要出事。让他蹦跶吧。林啸天都死在北漠了，他一个小娃娃就算蹦得再高，到时候还不是要摔得粉碎？今日之后，他必定会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左相府平昭等，英国公府平昭等，国子监州州四府平嘉等，户部尚书府平嘉等，威远将军府平以下。既然如此，那尉迟这孩子便算是过了。看来这轮的魁首只能是魏世子了。不是他还能是谁？他一个花天酒地的纨绔，能写出这首诗是什么情况？你还不懂吗？小声点，周围这么多人听着呢。真把自己当成是什么压轴的大人物了？垂死挣扎罢了。动作快点儿，这么多人就差你一个了。就这么几个字儿，我看是才尽词穷胡乱写的吧。我看这林昭是彻底放弃了，想着快点被魏世子折磨喽。诗名为《剑客》，作者林昭，诗研磨一剑，双刃未曾试。今日把弑君。谁有不平事？
何等的气魄，何等的狂放，何等的血意！10年磨一剑，10年磨一剑，这说的是他镇北侯世子，也是我天下的读书人啊！好一个今日把式君，谁有不平事？这林昭当真是大豪气！这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写出这等诗词来？好诗，此诗可为我大周第一勇剑诗。若我大周儿郎人人都可以就有此豪气，又何愁北蛮不灭，一地进犯？不愧是将门虎骨，不愧是林啸天的儿子。威远将军府评嘉等。父亲，还是低头吧。此事一出，大局已定。即便我们强行给出乙等评价，也无济于事，反倒显得我们左相府气量狭小。到时候沦为笑柄，完全是得不偿失。这还是第一轮，他林昭就算再厉害，还能一口气连写几首传世诗劝不成？挂牌。芷兰诗会第一轮评判结束，镇北侯世子林昭的诗作《剑客》获满堂甲等，当选本轮魁首。陛下有旨，宝剑赠英雄，春秋宝剑敬与林昭。小侯爷，又见面了。那日陛下在忠烈祠见过你后，便惊为天人，你也没有辜负陛下的期望。这柄春秋剑交到你的手里，日后必定能发挥出应有的光怀。多谢陛下恩典。平身吧，林爱卿。你别得意的太早，诗会还只是第一轮，后面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。你最好别让我失望。第一轮诗会已毕，请不和者离席。诸位，恭喜你们通过第一轮，现在芷兰诗会第二轮。奉太后懿旨，见者凶护也，杀伐过重，为公主师者，当德才兼备，性情温良。故本轮题目为自省。哼，自省诗哪是那么好写的？写轻了是敷衍了事，不知悔改；写重了便是自怨自忧，失了风骨。更何况太后亲自下的题，便是变相的命题作诗。无论林昭写出什么，只要太后一个眼神，便能将其贬得一文不值。这根本就是一个无解的死局。林昭，这是一直是的。圣贤有云：吾日三省吾身。自省二字，乃是君子立身之本，已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基。然何为自省？学生不才，以为若无参照，则自省二字无从谈起；若不知善恶，不明是非，则自省只是空谈。敢问诸位，是也不是？既然如此，那今日便借此良机，斗胆请教诸位：若有一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，不思报国安民，反而终日流连风月，欺压良善，视人命如草芥，此等行径，该不该自省？再问我心，若有一人因婚约者家道中落，便嫌贫爱富，背信弃义，为攀附权贵，更不惜污其名节，毁其前程，此等行径，该不该自省？三问我心，若为同族，却行鸠占鹊巢之事，谋兄长家业，欺其姑，害其子，此等行径，又该不该自省？四问我心，若身居高位，手握重权，却不思报效社稷，济世救民，反倒结党营私，打压忠良，蒙蔽圣听，此等行径究竟该不该自省？
就以剑为笔。千锤万凿出，深山烈火焚烧，弱冰咸，粉骨碎身，全不怕。要留清白在人间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这个废物怎么可能能写出这样的诗词？这绝不可能！啸天的儿子果然是好样的，好一个要留清白在人间，这才是我辈军人的风骨。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写得好，写得太好了！我活这么久，还没听过这么有风气的诗词。小田，真是越来越羡慕你了，居然能生得这种麒麟子。你镇北侯的爵位，未来或许能成国公也不一定。林爱卿，这首诗可有名字？石棺吟。好一首石棺吟。这首诗当为我大周书生人楷模，传令下去，将石棺吟传抄天下，令国子监学子日夜诵读，以为自省之范本。事已至此，没有再比下去的必要了。我认输。罢了，不过是一时胜负。等我日后高中状元，未必没有回转的机会。这次石花吟，呈上会沦为笑崩，不交便是当众认输。世子殿下，还没有输呢，这还只是第2轮，快把准备好的诗呈上去，只要我们能进下一轮，就还有机会。对，不能认输。我和林昭可是立下了赌约的，只要硬撑下去，父亲和左相大人一定还有后手。够了，魏家世子诗才不佳，便不必再献丑了。此轮算你自愿赋予镇北侯世子。芷兰诗会第2轮，殷国公世子尉迟自愿认父，镇北侯世子林昭胜。如此，镇北侯世子2轮皆胜。本次芷兰诗会的魁首便是……且慢，太后殿下，不知您还有何吩咐？哀家早前便说过了，为公主师者，德才兼备，缺一不可。林昭之才，哀家已经看见了，但对于他的品德，哀家心中还有疑问。母后，林昭品行如何，在场之人皆有公论。朕以为此事无需再议论。皇帝，哀家为芷儿选诗，自然要慎之又慎。剑客一诗杀伐过重，哀家暂且不提。石灰吟虽好，可文风也过于刚烈，实非君子温润平和之风，反倒像是要那些武夫能写出来的东西。哀家以为还需要再加试一轮，以考教其心性。母后，此事万万不妥。诗会规则早已定下3轮为限，如今林昭已经连胜2轮，是当之无愧的魁首。母后此刻强行加诗，岂非朝令夕改？若是传出去，天下人如何看待我皇家的威信？胡闹！皇家威信若是不能为国选才，为宗室择良师，还有何意义？若是选出一个品行看狗、性格暴戾之徒为公主之师，才是对皇家威严的最大折辱。哀家心意已决，今日无论如何都必须加试第3轮。陛下，太后殿下还请息怒。太后为公主殿下的作诗殚精竭虑，此乃舐犊之情，母仪天下。陛下为皇家威信坚持原则，
此乃帝王气度，二者都是出于公心，并无高下对错之分。今日诗会名为芷兰诗会，本就是为公主选诗而设。既然如此，学生认为公主应当也有选择的权利。学生斗胆，恳请陛下和太后殿下将这第3轮的题目交由公主殿下亲自来出。如此一来，既能考学生，亦能彰显皇家对公主殿下的恩宠。此举两全其美，不知陛下与太后殿下意下如何？此之难以教帝王心思，难以能体悟家国暴雨。心无所挂，情无所寄，纵有万千才学，亦不过是空中楼阁、冷漠无情之人。第3轮就以思念为题。思念，这要如何分出高下？难，太难。这等诗词，若是不能把握住公主的喜好，只怕再好也是枉然。思念，这题目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，简直天助我也！一个浑身都是刺的硬骨头，又怎么会懂这种细腻的情感？再刚毅，再有风骨，碰到这种软绵绵的东西，也发挥不出气力。这次终究是小爷我赢了。思念啊！镇北侯世子这是放弃了吗？恐怕是江郎才尽了。毕竟连写2首传世之作，就是神仙也难写下1首。唉，思念2字最重情志，不是少年意气能写出来的。可惜啊，可惜。唉，镇北侯世子殿下终究还是太年轻了，心性刚硬如铁，又怎能写出绕指柔情？姓林的，这就被难住了。也是，你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家伙，又怎么可能会理解这等情愫？魏世子才强盖世，你还是早些认输，免得丢了镇北侯府的脸面。哼，装神弄鬼。因国公世子魏迟作相思词1首。玉枕无眠夜半深，金钗独挑帐前灯。遥思千里关山月，可照照佳人双飞翼。长相厮守不离分。这首词的词藻华丽，对仗工整，写的是一个闺中女子对远方情郎的思念。作为相思词，倒也算是切题。你怎么看这小子？像，确实像他那死鬼老爹林啸天，但他比爹更可怕。林啸天不过是头猛虎，刚烈有余，智谋不足。但这小子却是油滑的，像是官场里面浸泡了几十年的老鼠，完全抓不住破绽。好词，好词啊！好词，好词啊！这句金钗独挑帐前灯，画面感十足，真可谓是情真意切。魏少子此时缠绵费量，可谓是写尽了相思之苦，可见魏少子是个至情至性之人，由他来教导平阳公主，再合适不过。看来林小侯爷是真写不出来了。说到底还是底蕴不足。诗词之道需要常年浸蕴其中，他一个将门之后，能有那2首惊艳之作，已是权力，岂能奢求更多？故弄玄虚。10年，10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
这人不是一个浑身傲骨、刚烈至极吗？怎么能写出这种悲伤至极的柔情？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父皇、皇祖母，儿臣愿嫁林昭为妻。不行，芷儿，你糊涂！林昭不过是个落魄世子，无权无势，如何配得上你？皇祖母，林公子才高八斗，品行如玉，有侠义之心，有风骨之节，儿臣嫁给他，心甘情愿。好一个心甘情愿！朕的女儿果然有眼光。镇北侯世子林昭，才德兼备，风骨卓然。本次芷兰诗会夺魁，朕心甚悦。今日朕赐婚，将平阳公主赵清芷许配给林昭为妻，则即日完婚。陛下圣明！陛下万万不可！林伯山，你有何异议？陛下，林昭虽有诗才，但平日行事乖张，逼迫勋贵立下赌约，还殴打长辈，品行有亏。若是让他做了驸马，恐有损皇家颜面。品行有亏，朕倒想问问，是谁逼着镇北侯世子住进柴房？39寒冬连一件御寒的冬衣都不给？是谁克扣他的用度，让他险些饿死冻死？是谁纵容儿子与他的未婚妻私通，还屡次派人加害于他？林伯山，当初让你入住镇北侯府，是让你鸠占鹊起，压忠良之后。林昭听旨，臣在。朕加封你为从七品监察御史，赐银鱼袋，可御前行走，自由进出宫门，特许你宫中佩剑行走，另赐你封文奏事之权，京中事务无论大小，皆可直达天听。臣领旨谢恩，必不负陛下所托。兵部侍郎林伯山治家不严，苛待职辈，有辱官箴，罚俸1年，闭门思过3月。思过期间，辅佐新任监察御史林昭，以赎其过。臣领旨谢恩。魏世子、留步，诗会已经结束，我们的赌约该清算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爹是英国公，你敢动我？我乃朝廷命官，驸马都尉，自然不会动你。只是按照赌约，文宝斋的地契、房契和账目3日内送到镇北侯府。至于那个无条件的要求，我暂时记下。以后你若是再敢为非作歹、欺压，我不介意让你当着全者百姓的面履行赌约。顺伯，我们回家。看看顺伯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公主，夫君，以后不要再叫我公主了，叫我清芷就好。清芷。夫君，以前我总觉得皇家婚姻不过是政治交易，直到遇见你，我才知道，原来真的有人能写出那样动人的诗词，能有那样的风骨与担当。能嫁给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能娶到你，也是我的幸运。以后有我在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我会护你一生一世，也会守护好这大周的江山百姓。
不会像我父亲一样的忠良，在蒙冤受屈。此后，林昭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整顿朝纲，弹劾贪官污吏，为父亲林昊天洗清了冤屈。他与平阳公主赵义党与英公势力夫妻情至琴瑟和鸣，先后生下一子一女。镇北侯府在他的手中重新走向辉煌，成为了大周最受精敬的将门世家。